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这里是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到今天为止的美国大选更新。司法部长巴尔23号离任，密歇根又出丑，投川普共和党选举人被警察拦截。威州高院驳回川普大选诉讼，理由是时机不对，总统特权拯救美国。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首先，简单回顾一下上个周末发生的事情。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是美国人民挺川大游行，反映出美国保守派选民对神的坚信不疑和不屈的精神。那有人评论说，大选乱象见证人心，越是黑暗的时刻，越是彰显真经。在法律方面，美国著名的律师鲍威尔正在要求联邦最高法院立即行动，处理他对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和亚利桑那州提出的法律诉讼，要求这些州立刻撤销认证，并阻止这些州的选举人进行投票。预计鲍威尔也将就威斯康星州案提出紧急的请求。川普总统表示将否决超过7400亿美元的新国防授权法案，因为新国防授权法案的最大赢家是中共。那川普对此法案的意义在于为社交媒体提供保护伞的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在230条的笼罩之下呢，社交媒体就会有恃无恐，控制舆论。美国联邦众议院少数派的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在周日的时候表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不是当选的总统，因为在关键的战场州，有关选举结果的法律官司仍然在进行中。那今天是12月14号，选举人将进行投票。川普表示，他和他的竞选团队将继续推进对11月大选选举结果的法律挑战。川普说，这还没有结束，我们将继续前行。他们给我们的时间很少，但我们抓住了他们。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会在2021年的1月6号召开，到那个时候将统计各个州的选举人票。如果在此期间国会议员会对一个或多个州的计票提出反对意见的话，就有可能使这些选票作废，并改由每个州的代表团投票选出总统。再来看看上个周末关于川普总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在12月12号，在飞机上俯瞰了华盛顿 DC 街头成千上万的支持者之后呢，川普总统是于当日的下午赶到了纽约的西点军校，来观看一场1年1度的海军和陆军军校学员的美式足球比赛。那川普总统是受到了年轻的美国未来军官们山呼海啸般的欢迎，他们一边鼓掌一边高呼着 USA， 场面是非常的轰动。有网友表示说，这是他看过的对一个美国3军统帅的最热烈的欢迎。那这也是川普总统第3次参观这个比赛了。尽管只有9000名学员是坐在现场观看比赛，而且场地上是雾气缭绕，但是学员们欢呼川普总统的欢呼声还是一浪高过一浪。有网友评论说如果是拜登去西点学校，也将会受到这样的欢迎吗？有一个网友就回应说，这是一个真正得到8000万选票的人，可不是地下室的居住者。也有网友说，被1亿选民支持，被军人支持，被警察支持，开始逮捕那些欺骗和卖国的叛徒吧。也有网友说，我爱这个人，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爱神将他安排在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到今天为止的即时更新。川普总统今天，也就是12月14号下午美东时间6点左右发布一个推文说，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将于23号离任。另外，司法部将继续调查大选舞弊案。副司法部长杰夫·罗森将成为代理司法部长，理查德·多诺修将接任副司法部长一职。川普在推文中还附上了巴尔在今天下午提交的一个辞职信。再来看看密歇根州今天发生的事情。12月14号是全国选举人团投票的日子。川普团队在包括密歇根的几个摇摆州内挑战选举舞弊的结果。密歇根州呢是定于今天下午在议会大厦前投票，但是投票给川普的一些共和党的选举人呢，却在议会大楼门口被警察拦截。
根据门户专家媒体消息的报道说，不管共和党人是怎么跟他们理论，甚至是找来了律师，警察就是不让他们进，并说如果有问题，你们可以跟州长办公室联系，除此之外没有出示任何的理由。那这个消息发出后呢，一些抗议者就来到了现场。看到这个场面的公众呢，在网络上就评论说，这是政变，应该受到惩罚。那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再来看看威斯康星州在今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呢，就在美国选举人团即将投票选举总统之际，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川普总统试图推翻这个州大选结果的诉讼，理由是时机不对。那川普这起诉讼呢，是寻求在戴恩县和密尔沃基县呢取消超过22.1万张选票的资格。这两个县呢，是威州民主党人投票最多的两个县。在上个周五呢，有20多位证人是出席了州议会就选举舞弊举行的听证会，爆出了大量的选举舞弊的事件。这20多位证人就讲述了自己见到的多种违规投票和舞弊的一些行为，包括把邮寄选票上投上更早的日期等等。那川普呢，就希望取消部分缺席选票的资格，因为没有对这些选票提出适当的一些书面的要求。威州最高法院在周一，就是今天呢，是以4-3的裁决否决了这项诉讼，认定川普提出的这些挑战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而且其他的指控呢也为时已晚。那其中保守派的法官，这个人叫布莱恩·哈格多恩，表示川普并不拥有挑战威州选举委员会宣布的各种缺席投票指南的权利，其中一些指南呢已经实施了10年之久。自由派的3名法官呢也站在了哈格多恩这一边，但是保守派的另外3名法官呢均表示不同的意见，认为法院本来就应该根据案件的是非曲直进行裁决，而不是因为时间选择问题将案件驳回。那保守派官员呢，还对某些选票是如何投下的表示忧虑。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纪元媒体今天发表的一个特稿，这个题目是伸张正义，行总统特权，拯救美国。那稿件很长，我们只来看看后面部分的内容，或许呢可以解答当下的一些疑惑。这篇文章中说美国和世界是面临着空前的危机。100多年来，肩负创世主神圣使命的美国呢，一直是人类世界的自由灯塔以及人权自由的守卫者。那如果美国的总统大选都能被窃取，如果总统都无法获得公正，如果议员都不能免于恐惧，美国和全人类就真的是危险了。实际上，太平洋彼岸的香港正在预演着美国未来可能遭遇的一切。文章中还说制止窃选是民心所向。民调显示2/3的美国人支持川普重新计票的要求。前几天呢，也大约是20个州以及副总统彭斯和100多位联邦议员都声明支持德州的最高法院起诉大选舞弊。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特克利夫在12月6号也发表声明说，大选存在了舞弊，而选举舞弊解决后呢，才能宣布赢家。除了这些政要的支持在大选舞弊爆发后的每个周末，支持川普和民主制度的美国民众都会自发的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各个摇摆州的首府和其他城市举行停止窃选的集会和游行，来抗议选举欺诈，同时向神祈祷川普必胜。12月12号，曾经遭到左派构陷定罪的福林将军在美国最高法院前就高呼说，谁是下一届的美国总统，不是法院决定的，是我们人民决定的。这篇特稿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美国宪法赋予总统特别的权利来解决危机。文章中说，美国宪法的根源呢是独立宣言，其根本是捍卫天赋人权。从制度上，美国宪法在利用三权体系相互制约的同时，也赋予了总统特别的权利。比如，美国第16任总统 Abraham 林肯被公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那他领导过美国走过最为惨烈的战争，以及最为严重的道德、宪政和政治的危机。那为了赢得当时的战争，林肯总统曾经就行使过总统的特权。他不顾媒体的反对和法庭的不作为，暂停宪法规定的人身保护令。
那林肯政府当时是逮捕了超过14000名的政治犯，关闭了300多家的报纸，监禁了一些报社的记者和编辑。回到当今的美国大选，如果正常诉讼和州议会等无法让大选舞弊得到公正的解决，那么川普总统需要行使美国宪法赋予的特别权利，果断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制止选举欺诈，瓦解政变，为人民伸张正义。那2018年川普总统颁布的防范外国干预大选的制裁行政令，就为反击中共等邪恶政权操控美国大选埋下了一个伏笔。到如今呢，川普是已经撤换了国防部长等左派的一些高层，也解雇了基辛格等11名的国防顾问。新任的代理防长米勒也宣布，所有的特种部队以及情报单位呢，都要向他直接汇报。川普总统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就为瓦解大选舞弊的政变阴谋做了一些重要的准备。川普总统在2017年曾发表一个演讲，誓言永不放弃为美国人民和美国而战。他在演讲中说只要你对自己的信念充满了自豪，有勇气去实践自己的正信，对神坚定不移，你就不会失败。只要美国坚守它的根本价值，效忠于它的公民，对创世主忠贞不渝，这个国家最光明的未来就即将来临。保护美国宪法和宪政民主，捍卫天赋人权和自由呢，这是美国总统的责任，也是总统对美国和世界人民的义务，更是美国总统对神的承诺。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做出这个决定或许会非常的艰难，但却可能是避免更大灾难的最好办法，是国家现危急时刻总统伸张正义的大善大勇之举。如果您对这个文章是认同的话呢，你也可以到大纪元网站搜索这个特稿的完整版本。这个特稿的名字就是伸张正义，行总统特权，来拯救美国，或许可以解决我们当下的疑惑。那以上呢就是邓梅为您带来的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周四再见。